一个母亲是否就该无条件的包容一切？当婆婆和女儿联合起来将你推入无尽的深渊时，你还会沉默不语吗？我叫林雪梅，这是我被这个家吞噬前最后的那段日子。早上5点半，我的眼皮沉重的像挂了铅块，但厨房的灯光已经亮起，锅里炖着的猪蹄是给婆婆补身体的。我没吃早饭，只喝了几口凉水，便开始忙活一天的家务。妈妈，懒猪起床了。小萌的声音像一记鞭子抽在我耳朵上，我揉着酸胀的肩膀，转过头，只见她嘟着嘴，一脸嫌弃地站在门口。对不起宝贝妈妈，昨晚睡得太晚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声音沙哑，谁让你不早点做完饭？奶奶说你懒死了，不像个妈。她嘟哝着转身跑向客厅，丢下一地冷空气。我没吭声，只默默收拾被他踢翻的水杯。窗外阳光明媚，可我心里却是一片沉沉乌云。婆婆赵桂花是典型的苏州本地老太太，嘴快心狠，说话像刀子架。进这个家7年，我像一个隐形人，做饭洗衣照顾孩子，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好字。小雪梅啊，菜炒咸了。她常在饭桌上当着所有人面说，你看看你不会教育孩子，把小萌带坏了怎么办？我有无数次想反驳，但每当看到丈夫周建国一脸无动于衷的夹菜吃饭，我就吞下所有的话。建国是个销售员，朝9晚6，回到家只想玩手机。每次我想和他说说心事，他都说别烦我，让我歇歇。今天的早餐仍是我一手准备。小萌坐在餐桌前哼哼唧唧，我不吃，奶奶做的才好吃。赵桂花一边剥着鸡蛋一边冷笑，你看这孩子都知道他妈做饭难吃。我手一抖，汤勺掉在碗里，汤溅在围裙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眼眶的酸楚。吃过饭，我在抬晾衣服，楼下的邻居张嫂看见了，冲我挥手，小林啊，你婆婆真是个厉害角色啊，天天听她骂人。她说着说着叹了口气，我只是笑笑，不敢多说一句，怕她传出去，更怕建国怪我在外嚼舌根子。午饭前，我正削着红薯准备煲汤，小萌突然尖叫着跑进厨房，奶奶说你偷吃了最后一块肉。什么？我一愣，汤勺又掉了。赵桂花紧随其后，脸色铁青。林雪梅，你一个人吃饭还偷吃肉，你还是个人吗？我愣在原地，拿着半个红薯不知所措。妈，那肉是给您的，我没你还狡辩。他大手一挥，打掉了我手里的红薯。小萌在旁边咯咯笑着，妈妈是猪猪就喜欢吃肉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仿佛被扎了无数针。我的女儿，那个我曾经夜夜哄睡的孩子，如今像变了一个人，站在婆婆一边嘲笑我。讥讽我晚饭时建国回来，我本想和他说今天的事，可他头也不抬，就说小萌哭了一个下午，你怎么当妈的？我苦笑，你问问你妈和他说了什么？他皱眉，我妈还能说什么？你总是这么敏感，搞得家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我一时语塞，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折断，夜深了。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望着苏州城寂静的夜色，心如死水。手机里弹出好友的消息，小雪梅，你还好吗？我没有回复，只盯着那行字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这一晚，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，是不是我真的不配拥有一个完整的家？是不是一个女人只要嫁错人，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低声下气的活着？晚饭还没开始，厨房里就已经炸开了锅。赵桂花皱着眉头看着锅里炖的酥烂的红烧猪蹄肉，怎么炖这么咸？你是要咸死我们一家人吗？我尝了，是正常的。我低着头，声音弱像蚊子，叫正常？你那舌头怕是都咸废了吧？建国下班这么累，回家还得吃你这难以下咽的玩意儿。他把锅盖啪的一声合上锅，震了一下，油星四溅。我忙不迭拿纸擦干灶台，手指被烫得一跳，却连哼都不敢哼。小萌她转头朝客厅喊了一声，把你奶奶给你买的糖果拿来，别给你妈吃。好大！小萌欢快地应了一声，跑进厨房，把一包草莓糖藏在围裙口袋里，一边吐舌头，这是奶奶给我买的，不给你吃，你炖菜太难吃了。我看着她那小小的脸庞，稚嫩中却透着讥讽的刻薄，心如刀绞。他是我用命换来的孩子，可现在却像一把刀不偏不倚插在我心口。我知道他不懂，可他在模仿他奶奶。我曾试着纠正他，说不能骂人，不能乱说话，可赵桂花总会阴阳怪气的来一句，小孩子嘴甜点有什么不好，总比学他妈整天阴沉沉。强饭桌上，赵桂花特地把最好的一块猪蹄
收，夹进了建国碗里，又盛了一大碗汤递给小萌，多吃点奶奶炖了好久，可滋补了我。坐在一角碗里只有几片白菜叶子，赵桂花转头看我，眼中闪着寒光，你喂，不好吃，清淡点。我正想张嘴说点什么，建国忽然说，妈说的对，你最近脸色也差不如，少吃点油腻的。我的嘴角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说了又如何，这个家从来没人听我的。吃完饭，小萌跑去看动画片，建国靠在沙发上刷手机，赵桂花擦着桌子，忽然问我，你今天是不是偷翻了我房间的抽屉？我一愣，没有啊，妈，我没去您的房间，还狡辩。他立马拍桌子，声音拔高，我的项链不见了，你最可疑。我心中一惊，那条项链他每天都戴着，怎么会突然说没了？我小心翼翼的说，妈，真的不是我怎么敢动您的东西？怎么不敢？他冷笑一声，你可不就贪财，整天在家吃白饭不干活，还偷我东西。我只觉得胸口像被闷了一拳，眼前一阵发黑。建国放下手机，不耐烦地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老婆偷我东西？赵桂花一句话甩出，字字如雷。我慌乱解释，我没有，我一天都在厨房，连她房门没靠近。别说了。建国站起来，脸上布满阴云，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？最近越来越神神叨叨，是不是该去看看精神科？我睁大眼睛望着他，嘴唇发颤，你也觉得我是疯子吗？你自己想想。他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。我站在客厅里，双腿发软，靠在墙上，缓缓滑坐在地上。小萌偷偷从沙发后探出头，朝我做了个鬼脸。疯妈妈那一刻，我仿佛真的疯了。我拨通了姐姐的电话，听筒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，魏小梅。我哽咽着姐，我是不是太没用？你怎么又哭了？是不是又和你婆婆吵架了？她叹气，我早跟你说别嫁这家了，你偏不听。我以为我能忍住。我的声音低到尘埃，你忍什么？他们欺负你是因为你软弱。我镇住了。是啊，我的软弱养出了他们的张狂。挂断电话，我独自坐在阳台，看着夜色浓重如墨风吹过，耳边带来远方地铁的轰鸣，却吹不散心头的沉沉压迫。我想起了那年在恒达公司做财务主管时，老板亲自点名提拔我，说你有本事也有担当。可是为了这个家，我辞职，换来了一纸无声的婚姻合约，一段无声的岁月牢笼。而现在我连为自己辩解一句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我的生活就像这栋楼里最底层那盏坏了的灯，曾经也亮过，但再也没人修它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照，桂花就猛拍我的房门，林雪梅起来烧水做饭。建国今天有个早会。我揉着红肿的眼睛起身，昨晚几乎一夜未眠。厨房里的电水壶一如既往的老旧。我蹲在地上擦灶台时，小萌跳着进来，一脚踢翻水桶，水洒了一地。哎呀，我惊呼，手里的抹布掉进水里。小萌，你慢点，小心摔了。谁叫你挡路？他皱起鼻子，一脸不耐烦。我张了张口，刚想训斥他，赵桂花就冲进厨房，你凶孩子干什么？小萌又不是故意的，妈，我只是提醒他注意安全。你一个当妈的，整天白脸子给孩子看成合体捅他。话锋一转，小萌怎么变得这么叛逆？就是被你带坏的。我哑口无言，心中酸涩却说不出半个字。饭桌上，赵桂花故意当着建国的面说，你老婆昨天竟然怀疑我偷带她项链，还说我煮的饭不如她。我脸一红，正要反驳建国，却一边夹菜一边说，妈老了你就少说两句吧，你看她那张脸早晚出事。赵桂花冷哼一声，我觉得整张桌子都在晃，连碗筷声也像耳鸣一样嗡嗡作响。突然，小萌拿起勺子，重重地敲了敲碗沿。我要吃鸡腿宝贝晚饭才有鸡腿，现在只有豆腐。柔声说，我就要吃，你就是个坏妈妈。她推翻了自己的碗，豆腐汤溅了我一身。我惊住了，下意识站起来，刚伸手要制止她的举动，小萌忽然大叫，叔，奶妈妈要打我。赵桂花从沙发跳起来，你还真敢打我孙女。我死死握住自己的手指甲，都掐进了掌心。我没打她，我声音颤抖，我只是想抱住她，别让她摔啦。建国走过来，眉头紧锁，你是怎么当妈的？孩子现在见你都怕。我摇头，你有听清楚他刚才说什么吗？他骂我坏妈妈，还泼我汤，那也是因为他情绪激动。你一个大人跟孩子计较什么？他说的理所当然。建国，我不是在计较，我是希望你们能看见我也会痛，别演了行吗？他语气里夹着疲惫，你每天这么多戏家里
能有安宁吗？我突然发现眼前这个男人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惜，只有躲避和嫌弃。我哑口，仿佛整个空气都抽离了肺部，呼吸开始变得急促。你看看你在什么样子了？建国甩下筷子，头发乱成一团，穿的像个保姆，一点都不像。我老婆她的话就像刀子一刀刀削着我的尊严。我想起初时，她那年她笑着说：“你笑起来真好看，我想一辈子都看你笑。”如今她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。小萌却忽然跳起来喊妈妈，是猪妈妈。吃完饭睡觉懒死了。赵桂花拍着手笑。小萌聪明，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仿佛跌入无底深渊。忽然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怒吼一声：“够了，你们有没有把我当人看？”三人都愣住了，仿佛没料到我会吼出来。赵桂花率先反应过来，脸色阴沉：“你疯了，这么对长辈说话！”我气得发抖。你们可以不爱我，但不能践踏我。建国不耐烦地摔门离开。你自己反省一下吧。我跌坐在地，手扶着桌角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夜深了，小萌早已入睡。我轻轻推开她房门，站在床边看着她平静的小脸，忽然想起她刚出生那晚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像一只小猫仔。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我够努力，这个家终会幸福。可现在孩子在学着欺负我，丈夫在冷眼旁观，婆婆在推波助澜。我努力了7年换来的是什么？我开始想，也许我该为自己活一次。厨房的锅里还在冒着热气，我一边默默擦洗碗筷，一边听着客厅里传来的笑声。小萌正在喝奶丸半加加酒。奶奶是老板，我是小公主，妈妈是保姆。小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对，妈妈是保姆，干活的那种，不能坐沙发。”赵桂花笑着附和我手里的碗，啪的一声裂成2半，碎片扎进指尖，鲜血滴在白瓷水槽里，像一朵朵梅花。我没吭声，忍着痛包扎了指头，又悄悄走回厨房。今晚我炖了一锅红烧猪蹄，是前天买肉时赵桂花特地点名要吃的，说对膝盖有好处。饭桌上菜香四溢，我端上最后一道菜，坐在角落里，默默地夹了一块猪蹄放进碗里。哟，你还真舍得吃。赵桂花冷不丁来了一句：“我记得这猪蹄是给我补身体的吧？”我愣了一下嘛，我只是尝一块尝。你也配？他脸一沉：“你不是说你胃不好吗？吃点青菜就行。”小萌立即学着他的语气说：“妈妈不配吃肉，妈妈是懒猪。”我忍住泪水，把那块猪蹄默默放回盘子里，筷子都在颤抖。建国没说话，只是埋头吃饭，像没听到似的。我忽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，仿佛这个饭桌是个坟场，把我的尊严一点点埋葬。吃完饭，小萌跑去客厅看动画片，赵桂花回房洗澡，我一个人收拾残局，把饭菜倒进垃圾桶时，忽然看到那块猪蹄还在上面。那是我炖的整整3个小时，火候调得刚刚好，可我却连尝一口的资格都没有。我盯着那块肉，忽然想起了从前的自己。那年我还在恒达公司上班，是财务部的主管，手里管着上千万的资金。老板每次开会都会点名夸我林主管做事最让人放心。我穿着高跟鞋走在办公楼里，每一步都踏实有力。可是自从怀孕后，我辞了职，全心照顾孩子和家庭。我以为建国会感激我，婆婆会认可我，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个冷冰冰的丈夫，一个尖酸刻薄的婆婆，一个把我当笑话的孩子。我渐渐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成了一个家庭保姆，没有工资，没有休息，没有尊严。那晚我躲进厕所，一个人默默打开手机，点进收藏已久的烘焙教学视频。屏幕上一个中年女人笑着演示如何做芒果慕斯。她说人生哪怕只剩下50块也能做出让人开心的甜品。我忽然就哭了，不是因为甜品，而是那句让人开心。我已经太久没让自己开心过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得特别早，去附近的市场买了面粉和鸡蛋，用厨房里破旧的小烤箱偷偷烤了一盘芝士蛋糕，香味四溢。我小心翼翼地用保鲜膜包好，准备晚上让小萌尝一口，或许他会说一句妈妈做撒的好吃。可晚饭刚吃完，我把蛋糕端上桌，赵桂花却冷笑：现在还有空玩这些没用的？你以为自己是糕点师傅？小萌捏起一块咬了一口，不好吃。我不要，然后一把推翻了盘子，蛋糕掉在地上，摔得稀烂。我站在一旁，整个人僵住了。你看看，你浪费时间不说，还浪费食材。赵桂花骂道：不如省点心伺候家里，别整天
搞些乱七八糟的。建国皱眉说：“雪梅，你这是什么癖好？家里不是缺你那点甜食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捡起地上的碎蛋糕，嘴角扯出一个苦笑。我只是想让小萌吃点我亲手做的东西，他不吃就是不吃，你非得强塞干嘛？建国不耐烦的说。小萌躲在奶奶怀里，冷冷地说：“我只吃奶奶做的。”我忽然意识到，这场厨艺比拼的背后是权力的角力，是情感的剥夺，是一个母亲一点一滴被夺走存在感的过程。我跪在厨房擦地，眼泪一滴滴落在瓷砖上，洗洁精的泡沫被泪水冲淡，连香味也变得刺鼻。窗外夜色如墨苏州的春天虽美，却掩盖不了人心的冷酷。我心里默念了一句：猪蹄是我炖的，我就该有权吃，哪怕全世界都说我不配，我也要为自己夹下一块肉。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，窗外的苏州街头一片迷茫。我站在阳台晾衣服，脚下垫着塑料凳子，身子前倾，仿佛稍不留神就会跌进那深不见底的夜色中。小萌过来背单词了，我放下衣架朝客厅喊：“不要，我要看完这一集动画片再学。”他在沙发上抱着抱枕头，也不回作业，还没写完。明天老师检查怎么办？我走过去，语气稍严厉了一点，谁知他立马就跳了起来，双手叉腰，尖声喊道：“你又不是老师，你管我干嘛？”我一时气结，伸手去抓他。哥，我想拉他去书桌前，他剧烈挣扎，还用脚踹我小腿。你走开，我要找奶奶。就在我们拉扯之间，他突然尖叫了一声：“奶奶，妈妈打我了！”门砰的一声被推开，桂花披着雨衣冲进来，雨水还在她肩头滴答滴答的落。你怎么能打孩子？她冲过来，一把把小萌护在怀里，脸上怒气腾腾。你是疯了吗？我没有打她，我只是拉她过去写作业。我声音颤抖，她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说没打？你看她手臂上那红印。赵桂花抬起小萌的袖子，指着那道被我抓出来的痕迹，那是她自己挣扎时行了，你别狡辩了。她打断我，你当妈当到这种地步，孩子都怕你。我张着嘴像个哑巴。这时大门再次响起，是建国回来了。一进门他还没脱鞋，就见小萌哭着扑进他怀里。爸爸妈妈打我，他不让我看动画，还掐我手臂，我急得几乎快哭。建国，我真的没打他，他不肯写作业，我只是拉了一下，你非得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。他面无表情地问我，我没打。我像在重复一句废话，你太敏感了。他冷冷地丢下这句话，转身去洗手。赵桂花瞪我一眼，你看看，你把家都弄成什么样子了？我靠着墙滑坐下来，耳边是哗哗的雨声，还有孩子的抽泣，婆婆的训斥，丈夫的冷漠，一切混成一锅粥。我感觉自己快要溺水了。晚上我坐在床边，手里攥着那本发皱的育儿笔记本，那是小萌刚出生时我记录的点点滴滴。她第一次翻身，第一次叫妈妈，第一次发烧哭整夜。可如今她说我要找奶奶，她说妈妈打我。我抱着笔记本，像抱着一个失去温度的孩子，眼泪无声地打湿了封面。半夜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大舞台上，灯光刺眼，观众席里坐满了人，他们指着我喊，她是个坏妈妈，她打孩子，她偷吃猪蹄，她嫉妒婆婆。我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。梦醒时浑身都是冷汗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刚打开门准备到垃圾，隔壁的李嫂正蹲在门口喂猫，她抬起头笑的意味深长。小林啊，昨天你们家又吵架了。我家孩子都说听见小萌哭得好惨。我脸一红，讪讪的笑。小孩子有时候会夸张啊，现在的家长不好当啊。她摇摇头。不过你那婆婆啧，我听说她在社区活动时也是厉害的很。我只觉得脸皮被人撕开了，扔在地上，赤裸又羞耻。我回到屋里，坐在椅子上发呆。厨房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着，仿佛每一下都在倒计时我这段婚姻的终结。忽然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幼儿园的班主任发来的语音消息：林妈妈，最近小萌情绪不太稳定，上课常常发脾气，也会和小朋友起冲突，您在家里可以多注意沟通方式吗？我一瞬间泪如泉涌，我连教育自己的孩子都做不好，那我到底还剩下什么？晚上赵桂花把一份厚厚的资料放在我面前，去看看心理医生吧，我帮你预约好了。我一怔，我没有。病不是病，你这叫产后抑郁。他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。你现在不吃药，以后恐怕要进医院。妈，我不是精神病。那你就签个保证书，保证以后不再打孩子，不再和我吵架。他把一张纸拍在桌上，建国在一旁看着，没有表情。他说的也没错，你最近确实太情绪化了。我望着那张纸，仿佛看到一张网阵一点点把我
包围勒紧，让我连呼吸都困难。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们从来不是想帮我好转，而是想让我彻底沉默。周五的晚上，屋里充满着热腾腾的鱼汤味，我煮了一锅鲫鱼豆腐汤，心里想着小萌最近身体不好，希望她喝点清淡的补补。厨房里弥漫着姜和香葱的香气，像一根细线轻轻牵动我残破的期待。可饭桌上没人夸一句，小萌喝了一口说还是奶奶煮的好喝。赵桂花挑眉一笑，她煮的好你就变猪了，咱们家现在可不能浪费食材。我脸一僵，低头喝了一口自己的汤，心里却泛起阵阵苦涩。饭后我在阳台晾衣服，听到屋里传来低声的谈话。建国啊，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。妈，你别说了，你看他现在这状态跟个怨妇一样，成天唉声叹气，不是哭就是闹。你说你每天上班这么辛苦，回家还要看他的脸色，受这气干嘛？我靠着窗边呼吸凝固。10分钟后，建国推开阳台门，一张白纸拍在我面前。这是什么？我问，声音几乎听不出来。离婚协议，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讲一句天气预报。我愣住了。你是认真的吗？妈说的对，我们性格不合，整天吵架，对小萌影响也不好。他语气冷静的像在处理客户投诉。你是因为他说的就要跟我离婚？我哑然，我们7年婚姻，你只用一句话就判了我。累了，雪梅，她揉揉太阳穴颊，不该是这样压抑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呢？你有没有问过我为什么每天唉声叹气？有没有陪我哪怕一次去医院做检查？有没有听过我半夜偷偷哭？他沉默了。我不是不想过日子，是这个家不容我喘息。我终于说出这句话，胸口像突然撕开一个口子。赵桂花走了进来，双手环胸，冷笑一声，你不牵也得牵我儿子，不是你这种女人能耽误的。我看着他那张脸，忽然觉得陌生的可怕。你到底想从我身上拿走什么尊严？女儿还是连名字都不配留下？别激动。建国走近一步，协议我已经拟好了，你看一下吧。我接过纸，双手发抖。那是一份打印工整的文书，列得清清楚楚，财产归建国，所有小萌由建国抚养，我必须在3天内搬离住处。你凭什么要带走小萌？我才是他妈妈。我咆哮，法院会判给经济条件好的一方。赵桂花抢答，你现在连工做都没有，拿什么养孩子？我身子踉跄了一下，几乎站不稳。我不是没想过离婚，但我从没想过会是以这种方式，像被驱逐的佣人，一无所有的滚出去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把纸放回桌上，走进厨房，锅里还有一点鱼汤，我盛了一碗，慢慢喝完，然后擦干嘴角。我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，望着他们2人一字一句地说着份协议，我不会签。赵桂花冷哼，你想赖着不走，不是赖我，只是还没死心。我说这个家是我一手打理的，你们嫌我烦，可你们脱离我。试试看。建国皱眉，雪梅，别闹了。不是闹。我望进他的眼睛，你曾经说过我养你一辈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他避开我的目光，现在你不想养我了，那就算了，但小萌我一定不会让给你们。赵说桂花气急败坏，你这女人真是不要脸，连孩子都要抢。我要的不是孩子，我要的是被尊重的资格。我站起来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哪怕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是任人践踏的泥巴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见自己心里有个沉睡多年的女人终于醒了。那晚客厅的灯光刺眼，照在我脸上，像是审讯用的白炽灯。我站在沙发，边手里还捏着那份离婚协议纸张，已经被我握得起了褶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签。我再次重复，空气里一片寂静。赵桂花冷笑了一声，斜坐在椅子上，像个审判官。你以为你不签就能留下？这家是我儿子的，你最多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外人。你错了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这个家是我每天清晨5点起床打扫出来的。是我3年没买过新衣服，省钱供房贷换来的，是我辞掉工作陪着孩子熬夜发烧守出来的。他一愣，没想到我会这样正面对视。你们觉得我软弱，但那不是懦弱，是忍耐。我说，但现在我不忍了。我一边说一边慢慢走到餐桌前，抬手啪的一声把桌上的热水壶打翻，滚烫的水洒了一地。小雪梅，你疯了！建国跳起来对我疯了。我低头看着桌面，我疯了7年才会把自己活成这样。小萌被吓得躲到沙发后面，探出个小脑袋，怯怯地看着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稳语气
小萌过来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没有动。来，妈妈带你去洗澡。我温柔地说。赵桂花立刻吼道：你不许动她，小萌今晚跟我睡。我回头看她，她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，你凭什么决定她跟谁睡？我是她奶奶，不是妈妈。我说她有权选择，但你不能替她选择。这时小萌战战兢兢地走到我身边，小声说：妈妈，我怕你生气。我蹲下来抱住她，轻轻抚摸她的背。妈妈不是生气，是太伤心。你说过你想当小公主，可妈妈不是女王，就永远保护不了你。她抱紧了我，低声哭了起来。那一刻我心如刀绞。我不怪她，她只是个孩子，是我在这个家唯一真正拥有过的温暖。我牵着她的手回到房间，关上门。建国在门外拍门：你这样做对孩子不好。我靠，在门后平静地说：你们才是在回这个家。夜里小萌睡着了，我坐在床边，一针一线地缝着她撕破的小衣服，脑海里却一遍遍地回想起赵贵花的话：你就是个外人。我曾以为嫁人是归宿，原来是流放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煮了稀饭，炒了鸡蛋，像往常一样安排好早餐，然后我悄悄进房，把自己的行李箱从柜子里拖出来。7年了，我几乎没买过新衣服，箱子里只有几套旧衣和一本日记本。我用力拉上拉链的那一刻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但又轻松的像卸下了千斤重担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小萌在门口看着我，小声问我，蹲下身子摸了摸她的头。我们出去住几天好吗？换个地方，换种生活。她咬了咬嘴唇，眼里有害怕也有期待。那奶奶会不会骂我们？不会的。我说这一次妈妈挡在你前面。我提着行李走出房间，建国正在阳台打电话，一看到我声音戛然而止：你这是干什么？他放下电话，皱着眉头搬出去。我回答的简单：干脆你疯了。他低吼：孩子怎么办？你不是说法院会判给你吗？我反问他，张口结舌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已经联系了律师。我说可我也已经联系了妇女维权中心。赵桂花从厨房冲出来：你敢把家里的事往外说？你们不是说我疯了吗？是朝他笑疯子，做什么都不过分吧。我拉着小萌走到门口，忽然回头对着整个屋子说：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你们的保姆，不是你们的出气筒，也不是你们可以随便羞辱的外人。我打开门，一阵春风拂面，带着街角早点摊的油香味儿和几缕阳光，我终于走出那个让我几乎窒息的地方，手里牵着女儿，像牵着自己最后的尊严。楼道的灯坏了，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头了。离开那个家的第一天，我带着小萌住进了位于苏州市郊的一间单人公寓房子，不大，只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扇朝东的窗户，但阳光充足，空气清新，没有人嘲笑我做饭难吃，也没有人抢我家的每一块肉。小萌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，晚上总是缠着我说：妈妈，我想奶奶了。我轻声回她：想她可以，但你现在要记得，妈妈也需要你陪她趴在我怀里，搂着我脖子呢。我就不走了。我在她头发上亲吻一下，眼泪却又一次悄然滑落。这段日子，我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。我翻出大学时期的毕业证书、资格证，又重新申请了一份会计岗位的面试。恒达公司早已换了领导，我不再有熟人帮我打招呼，但我告诉自己，这次我靠的是自己。面试当天，我穿上唯一一套还算得体的西装，站在公司前台时，手都在发抖。面试官是个年轻女子，看着我简历上的空白期，皱眉问：这几年都在做什么？我如实回答：结婚生子，家庭主妇。她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我们公司节奏很快，可能不适合我。微微一笑，递上自己自学期间记满笔记的账本。我知道我脱离职场多年，但我的专业技能一直在更新。我也清楚自己比年轻人更懂责任和稳定。他看了看我手里的笔记本，点了点头。3天后，我收到录用通知，那一刻我握着手机，心跳如鼓。小萌在一旁问妈妈是不是中奖了，我抱起他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比中奖还开心。我开始上班的第一天，穿梭在地铁人流中，背包里的便当还热着我，不再是那个蜷缩在厨房角落被人指责的猪妈。我是一位重新站起来的女人。每天傍晚，我准时下班去接小萌，带她去公园散步，买冰淇淋。她渐渐变得开朗，开始在幼儿园主动举手跟我说：妈妈，老师
说我进步了，生活不容易，但每天都有光可。与此同时，麻烦也没停。1个星期后，我在下班途中接到电话，是建国，你搬出去是你的事，小萌必须回家。我冷笑。建国，你终于想起你还有个女儿了吗？说要起诉你抢孩子。他语气冰冷，他已经联系律师了。他不是说我疯了吗？疯子怎么能带孩子？他沉默了几秒，压低声音，你想清楚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是想留点情面，但你不签协议，就别怪我翻脸。你尽管翻我说，你们不是说我要吃药吗？我现在健康正常，有工作，有住所，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更适合照顾小萌。雪梅，她提高音量，你别太自以为是，我不是自以为是，我是终于开始为自己争一次。我挂断电话，手心都是汗。那个晚上，我抱着小萌，看着窗外亮起的万家灯火，第一次认真的想，我要不要真的去打这场官司。第二天，我去了妇女维权中心，详细说明了我的情况。律师是个中年女人，听完后只说了一句：林女士，你忍得够久了，现在轮到你保护自己了。她帮我整理了证据，包括我多年来的家庭照护记录、精神创伤记录、孩子心理异常的幼儿园报告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过程不会容易。他提醒我不怕，我说我只是怕再退一步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走出维权中心时，阳光正好洒在地面上，像是为我铺的一条金色路。晚上我对小萌说，妈妈要跟爸爸奶奶打一场官司，可能会很辛苦，但妈妈不会再让任何人决定你的未来。她用力好点头，我在你这边，谢谢你。我摸着他的脸，因为你，我知道我还没失败。开庭那天，苏州市中级法院门前聚集了不少人，阳光明亮。我穿了一件红色的风衣，不是为了显眼，而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今天我不是来求情的，是来争取的。赵桂花和建国已经站在法庭门口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毛呢大衣，脸上涂着厚重的粉底，见我时嘴角一撇，又穿得跟打仗似的。我没有理他，牵紧了小萌的手。她今天穿了我亲手缝的新裙子，干净整洁，眼神清澈。法庭里气氛沉沉，双方律师递交了各自的材料，法官翻阅档案的声音像刀刃刮过桌面。原告林雪梅申请争取女儿周萌的监护权。我的律师缓缓开口，被告方长期对原告进行言语精神上的压迫，甚至有强迫原告服药、污名化其精神状态的行为。赵桂花坐不住了，猛地站起来，她胡说，我们都是为了他好，她自己承认有情绪问题的。法官敲锤，请被告保持秩序。建国的律师也开始反击原告，长期脱离社会，无稳定收入，现居住条件简陋，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不利。我站起身，语气正定我已经重新就业，每月稳定收入6000元，有独立住房，并承担孩子所有生活费用，而且在与孩子共同生活期间，孩子情绪稳定，学习进步。法官点点头，转向小萌，小朋友，你想跟谁生活？小萌低头沉默了一下，轻轻说，我想跟妈妈。那一瞬，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哽住了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赵桂花猛地拍桌，孩子说，小不懂事，他就是被你洗脑了。法官再次制止，请保持法庭纪律，中午休庭。我带小萌去法院楼下的小食堂吃饭，他咬着肉包子说，妈妈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我笑着摸他的头，谢谢你，宝贝，是你给了妈妈勇气。他低头，奶奶好像很生气，会不会以后不理我了？也许吧。我说，但一个人如果因为你选择了妈妈而不理你，那他就不是真心疼你的人。下午继续审理时，建国突然站起来，递交了一份新材料。律师低声告诉我，他准备提出反诉，说你曾对小萌动手，有家暴嫌疑。我一震。法官翻阅那份材料，皱眉，这是哪一天的事件？去年8月，建国说孩子手臂上出现淤青，是林雪梅用力拉扯造成的。当时孩子在家中哭了整晚，还有赵桂花送去医院，留下了记录。我冷笑，你们真的准备得很周全，这是事实。赵桂花高声道。我站起来，那我也可以出示记录。那天孩子不肯写作业，在沙发上跳来跳去摔倒，是你们自己送去医院的。那之后你们把责任全推给我，但我从来没有打过他一次。我的律师立刻补充，我们有当时视频为证，来自原告所住小区的监控，可以清楚看到事发时段孩子的行动轨迹。法官接过 U 盘，点头，此证据将纳入评估。整个庭审一波三折，我感觉每一个呼吸都像从肺部
撕出来，但我不能退，这是我唯一一次为自己为女儿争取的机会。休庭后，建国在走廊里拦住我，林雪梅，你真够狠。我望着他，语气冷静狠的，是你们把个活人逼成神经病，还想抢走他唯一的希望。你别得意，他咬牙，官司还没结束，但我已经不怕了。我说就算输了，我也没有遗憾走出法院。那刻我忽然觉得背上的风不再是冰冷的，而是一种新的力量。路边的丁香花开了香气，隐约我望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，心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归属感。2周后，收到法院快递送来的判决书那天，正下着雨，苏州的春雨细如牛毛，打在我租住的小阳台上，发出清脆的滴答声。我蹲在门口的垫子边，小心拆开那个信。封手指都在颤抖，白底黑字的文书简明扼要。本院认为，原告林雪梅具备抚养子女的基本能力，生活稳定，精神状态健康，亲子关系亲密。被告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存在对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利的行为。裁定，女童周萌由原告抚养，被告周建国保留探视权。看到由原告抚养6个字，我手一抖，眼泪瞬间涌出，模糊了整行文字。小萌正趴在客厅的地毯上画画，看到我哭了，跑过来，妈妈你怎么了？我一把抱住她，宝贝，我们赢了。她一脸茫然，但也抱紧我，阴闷闷地说，我们以后就一直在一起，对吗？我用力点头，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了。那晚我没睡，点了一支蜡烛，坐在窗边给自己写了一封信。亲爱的雪梅，你曾经那么软弱、委屈、沉默，被人误解、欺负、践踏，但今天你为自己赢回了一个名字，母亲。你不再是他儿媳，他老婆，你是你自己。愿今后的每一个清晨都从你自己选择的路上出发。写完，我把那封信夹进日记本。从大学毕业到结婚、怀孕、辞职、崩溃，逃离我的人生像一列不停歇的列车，而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中途跳车，然后重新上路。几天后，我收拾好情绪，带小萌去了植物园。春天的阳光洒在草地上，小萌跑着笑着喊我妈妈，这朵花像你昨天裙子的颜色。我笑说找跑过去，他把一朵小雏菊塞进我头发里，认真说，你现在是最漂亮的妈妈。我弯下腰抱住他，耳边传来远处小朋友的笑声。我忽然觉得世界终于安静了。但也就在这片平静中，意想不到的波澜悄然到来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厨房炒菜，手机响起，是邻居李嫂的电话。小林，今天你前夫和他妈来了小区，占你楼。是下很久呢，还拉了个横幅说你霸占孩子，不让他们见我。一愣，迅速抱着小萌从阳台往下望，果然看到熟悉的身影站在楼下。建国穿着风衣，赵桂花撑着伞，一张横幅上写着几个大字，还我孙女，还我儿子的女儿。我头皮发麻，立刻拉上窗帘，心跳如鼓。电话那头的李嫂叹气，哎，你这些亲戚真是脸皮厚，我不敢让小萌知道，只好带她进房间，说今天早点睡。可她还是隐约听到了，睁着圆圆的眼睛问我是不是爸爸来了。我摸摸她的头，妈妈会处理的，不用怕。晚上整夜我都没睡，翻来覆去想着，我赢了法律，却还得继续打生活这场仗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判决书和录音资料再次前往妇联律师，建议我申请限制接触令，并联络小区物业和派出所。1周后，派出所通知我，经调查建国和赵桂花的行为已涉嫌滋扰，依法传唤警告1次，若再犯将申请治安处罚。我松了一口气。赵桂花的确没再出现，但建国悄悄托人找我，说小萌是我女儿，难道我连见一面都不行？我淡淡的回了一句，见可以，但请你在法定探视时间内预约不要再出现在我楼下。孩子的情绪稳定比你的尊严更重要。他怔住了半天没回我，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正面的站在了他面前，不是哭，不是求，不是忍，而是像一个完整的人。生活依然有难，工作仍然繁忙，孩子有时也会闹小情绪，但这一切我终于能自己扛。有一次下班晚了，我急忙赶去幼儿园。小萌个人坐在门口的石凳上，看到我那一刻，他没有哭，只是小声说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那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比世界上所有甜言蜜语都更动人。自从判决下来后，我和小萌的生活渐渐稳定下来。我每天朝9晚5上班，下班接她回家，一起买菜做饭洗衣看绘本，像一对并肩作战的搭档。我们住的小区
就却干净楼下的张阿姨每天都会跟我打招呼，小林，今天又穿这么精神，要不是知道你经历的事，我都以为你一直这样光鲜亮丽。我笑着点头，但心里知道背后的灰暗没人能懂。周末，我带小萌去附近社区图书馆，那是她最喜欢的地方。妈妈，我长大以后要当图书管理员。她说为什么不是医生、老师、警察？我逗他，因为图书管理员可以天天看故事，还不会被骂。他认真地说，我听完心头一震。他还小，却已经明白不会被骂是一种幸福。那天晚上，小萌画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在阳光下走路。她把画塞进我包里，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你和我。”我把画贴在墙上，每次看到就提醒自己，我不能倒下。可就在我以为日子终于能走上正轨时，命运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。单位决定裁员我的部门，将合并部分岗位，被精简人事找我谈话。林姐，其实你工作很努力，但考虑到你带孩子经常请假，公司希望你自愿离岗。我苦笑，你们不觉得我是因为要照顾孩子才更需要这份工作吗？他低头，对不起，公司也有难。回到家，小萌正在画画，看到我回来说：“妈妈，你怎么脸色那么差？”我强装笑容：“没事，只是今天比较累，那晚我失眠了很久。”我想起曾经的自己，那个站在办公室讲解报表侃侃而谈的林雪梅，现在的我像是被时代一脚踢出轨道的边缘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小萌去上学时，看到门口贴着社区创业培训班的通知，内容是针对女性的技能课程、烘焙家政、网络电商。我拿了一张传单，心里忽然有了个念头。回家后，我拨通了培训老师的电话，报了家庭烘焙实操班。2周后，我坐在教室里，重新戴上围裙，学着用手揉面团。老师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说话风趣。她告诉我们，有时候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女强人，要能做出一份香喷喷的蛋糕，就足以温暖一桌人的心。我听着听着，眼眶竟有些发热。下课后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家门脸不大的甜品店，门口贴着招兼职助手几个字。我鼓起勇气进去应聘，老板是个年轻女孩，看着我迟疑地说：“你以前有相关经验吗？在家练过？”我笑：“我可以先试做一批给你看看。”她点头，可以，明天拿过来试试。那一晚，我熬夜烤了一整盘芝士布朗尼，用小萌最喜欢的草莓点缀。第二天送过去时，老板尝了一口，微笑说：“还不错，留你试用。”1个月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人生不会总是完美，但总有一些窗户为你开着光亮。从此，每天下班后，我都会去店里帮忙3个小时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。小萌有时会在放学后坐在店角落写作业，偶尔抬头问我：“妈妈，今天的蛋糕是巧克力的吗？”我点头：“你想吃哪一块？我要最大的一块。”她笑着说：“因为是妈妈做的，日子一点点有了滋味。”而某个傍晚，我下班回家时，在小区门口遇见了一个人，沈医生。那是我带小萌去社区体检时认识的男医生，30多岁，稳重温和。他冲我笑笑：“林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我点头：“是啊，最近还好，挺好的。”他指了指我手里的纸袋蛋糕：“是啊，自己做的，有机会能尝一块吗？”他开玩笑，当然我微笑回应：“草莓布朗尼限量供应。”他轻笑：“那我得抢一块。”我心里忽然一暖，不是因为谁对我笑了，而是因为我终于能笑着回去。又是年春末，小萌即将小学毕业，她坐在餐桌前认真写着毕业感言。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妈妈，她一个人陪我长大，还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。我听到这儿，忍不住笑出声。真的，她回头说：“老师还说下周的家长开放日，如果妈妈能带甜点来就最好了，我得准备一下了。”我摸了摸她的头，日子似乎就这样平静的流淌下来。我在甜品店已经转正，不仅帮忙做甜点，还帮老板处理财务，工资稳定，每月能有小小盈余。每个周末我还会给邻里孩子开个小小烘焙班，免费教做蛋挞和曲奇。越来越多的妈妈开始和我打招呼，甚至有人说：“林姐，你现在走在小区里像女主人一样。”我笑笑，心里清楚，这份主人感不是别人给的，是我自己争回来的。沈医生偶尔还会到甜品店买点点心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带小萌去逛公园看电影。他从没急着表白，什么也没要求我回报感情。
有一次我问他，你不觉得我过去那段经历太乱太沉重吗？他低头喝了一口柠檬茶说，你能走过来才说明你够强大，我不在意过去，我在意的是你现在是否轻松快乐。那一刻我有些动容，原来被尊重被理解是这样柔软的一种感觉。可某天晚上我忽然收到一条微信，是建国发来的，听说你现在过得挺好。小萌有没有问起我？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没立刻回复。这几年他只履行了最低限度的探视义务，每次来也是匆匆说几句话就走。小萌对他越来越疏远。有时候我问他，你还记得爸爸小时候陪你玩吗？他摇头记不得了。他错过的不是机会，而是时间，是那些原本该属于父亲的每一个夜晚，每一次生日，每一个感冒时的温柔。我回复他，现在很开心，不用担心。过了一会儿他回了句那就好，然后彻底没了。下文我没有拉黑他，也没有特别感慨。那条对话像扇终于可以关上的旧门轻轻合上，无需声响。几天后学校举办家长开放日，我提前一晚准备了200块曲奇饼干，用了3种口味，精致的装在小盒子里。小萌帮我贴上卡片，写着妈妈亲手做的哦。在教室里，老师对我说，林妈妈，小萌现在特别阳光，上课积极又有主，见她一定是因为家里有个坚强的你。我笑说道谢，回头望他正在和同学分享饼干的样子，突然鼻子一酸。我想起7年前的自己，在厨房偷偷啃剩菜，被指责连一块猪蹄都不配吃。现在我做的甜点成了全班最受欢迎的。那天晚上，小萌写日记，我随手翻起以前的旧本子，无意间看到一页写着妈妈今天被奶奶骂了，她还笑着给我讲睡前故事。我就说得她是个好妈妈。我捂住嘴，眼泪落在那一行字上。我不是完美的妈妈，但我努力去爱，去守护，去变得更强大。而女儿正是见证我一切努力的那个人。春天过去，夏天来临，街角的玉兰花再次开放。有一天我对沈医生说，其实我从没想过这辈子还能重新开始。他说，那就庆祝你的第2人生吧。我问你愿意我一起走吗？不是恋人，也不是保证，只是一起走着。他点头。我愿意。多年后也许我会老去，头发花白，眼角布满皱纹，但我知道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曾跌入谷底，也曾用尽全力爬起来，站在阳光下，牵着女儿的手，走在春风里。那不是奇迹，那是我。我一直记得那年我9岁，妈妈带着我搬进了那个小小的出租屋。屋子只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扇朝东的窗户。每次清晨醒来，阳光都会透过那扇窗洒在妈妈疲惫的脸上。她常常一边给我扎头发，一边轻声对我说，小萌，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。那时我还不明白越来越好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妈妈每天回家都会脱下满是面粉味的围裙，然后摸摸我的头，说一句，你是妈妈最大的宝贝。其实他不知道，那几年他才是我的英雄。我记得法院里的长桌，陌生叔叔阿姨的审问，还有奶奶在旁边大声喊他，根本不会带孩子。我躲在妈怀里小声说，我想跟妈妈一起住。那一刻，妈妈的手抖了一下，紧紧抱住了我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学校被同学嘲笑，说你妈妈是不是疯子？我奶奶说你们家以前打官司。我没有哭，只是回了一句，我妈妈才不是疯子，她是公主变成战士。回到家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。她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，如果哪天你想哭，就记住妈妈的肩膀一直在我躺在她膝盖上，闻着她身上的香草味，那是蛋糕烤焦时留下的味道。我忽然觉得妈妈就是我世界里最温暖的糖霜在后。来，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好了。妈妈在甜品店成了主厨，每次做好新的蛋糕都第一时间让我尝。我们还一起参加社区义卖烘焙比赛，我帮她做海报，她做点心，我们是最棒的搭档。那年母亲节，我在课堂上写下，如果世上所有妈妈都像童话里的仙女，那我的妈妈就是那条愿意赤脚穿越荆棘的红裙子精灵。老师念到这一段时，妈妈在台下偷偷擦了眼泪，而我看着她的眼神只有骄傲。我们也曾遇见新的叔叔，那个戴眼镜总是笑得很温和的沈医生，他不会抢我注意力，只是在我和妈妈争论晚饭该吃什么时，轻声说，听你妈妈的吧，她最了解你。有一次我发烧躺在床上，是她凌晨3点背着我跑去医院。妈妈在说
一旁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像从前他守我发烧的每一个夜晚。后来我问妈妈，你会再结婚吗？她笑了笑，如果你愿意，妈妈可以考虑，但如果你不想，妈妈也不会勉强我。那一刻明白，妈妈爱我不是因为她是我妈妈，而是因为她选择了爱我。今年17岁，马上要去北京念大学，离开苏州。前一晚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妈妈还在厨房给我烤送别的蛋糕，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，妈妈你辛苦了。她回过头笑着问，今天怎么这么感性？我说我一直记得你穿红裙子站在法庭里的样子，你好勇敢。她眼圈忽然红了，你也长大了。我轻声说，妈妈谢谢你陪我长大，也谢谢你愿意为自己活一回。她抱住我，像那年一样紧紧的不说话，只是轻轻拍着我的后背。我知道那些从地狱里走出来的人，从来不是为了报复这个世界，而是为了给心里那颗柔软的种子一点点阳光。妈妈就是那样的人，而我就是她用尽全部力气保护下来的小芽。亲爱的你，谢谢你。读到这里，如果你能坚持读完林雪梅的故事，我相信你一定也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失望、隐忍、抗争，甚至濒临崩溃的时刻。其实这个故事并不特别，每天在中国的千家万户里都有无数像她一样的女人，为家庭默默付出，被误解、被压抑、被边缘化。她们没有做错什么，但却因为你是媳妇，你是妻子，你要顾大局这样的说法，被困在婚姻与亲情之城的牢笼里。她们哭过、忍过，甚至放弃过。继而这就是我写这本小说的原因。林雪梅不是一个英雄，她不会一夜逆袭，也没有谁来拯救她。她是你，是我，是我们身边那个沉默寡言但从不缺席的母亲、妻子、邻居。她跌倒了很多次，但她有一点从未丢掉对孩子的爱，对生活的信念，还有一点点残存的自我价值的记忆。故事的转折并非来自任何奇迹，而是源于他终于对自己说够了。他没有撕破脸，没有大吵大闹，他只是选择离开，选择为自己活一次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也正被家庭拉扯、婚姻消耗，请记住，离开不是失败，你不是背叛者，不是不孝，不是不负责任，你只是终于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从别人手中拿回来，交还给自己。我们这一代人，尤其是女性，太容易为别人而活，我们听话、体贴、忍让，甚至连情绪都要藏起来。但请相信，你的痛苦是真的，你的委屈不该被吞下。你可以温柔，也可以坚定，你可以善良，但不必盲目牺牲。我知道这条路很难走，你可能会失去房子、亲人，甚至一段婚姻，但你终将会找回自己。有人问我，林雪梅后来有没有再婚，有没有遇到真正爱她的人？我想说，她有没有再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终于成为自己生命的主角。如果你也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，请不要慌，你不需要立刻做出惊天动地的决定，只要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点，慢慢来，哪怕一步一跌，也算是往前走。也许你会问我，像我这样普通、没钱没背景的人，真的能活出尊严吗？我的答案是，能尊严不是谁赐予的，而是你每一次不卑不亢，每一次守住底线，每一次为自己据理力争的结果。你不需要成为凤凰，你只需要不把自己当灰烬。请给自己一点耐心，也请不要放弃自己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我最喜欢的话作为结尾，你受的苦，你流的泪，你熬过的夜，都会变成光，照亮你脚下的路。愿你永远不再为他人活成影子，愿你在深夜回望自己时，能真诚地说一句，我没有辜负我这一生，写给你一个正在努力活着的你。愿你勇敢，也愿你被温柔以待。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，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，一起来探索吧。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，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，一起来探索吧。我叫林婉清，今年30岁，下个月我弟弟就要举行婚礼了，爸爸至今还没一套合适的正式服装。我一想到这点，心里总觉着不是滋味，于是今年父亲节我决定送他一套高级西装。那天我和妈妈特意去了杭州城里一家定制男装店，选了一套剪裁、考
就面料上乘的西装花了15000块买这套衣服的事，我既没告诉我老公韩志远，更不敢让婆婆王秀珍知道，他们要是晓得我花这么多钱给娘家人，买东西肯定又得闹翻天。可谁知天不随人愿，那张发票我藏的已经够隐秘了，专门放在包包的夹层里，用纸巾包着，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。没想到婆婆居然翻我的包。父亲节那天晚上，我刚从娘家回来，家里客厅的灯比平时亮得刺眼。韩志远和公婆早就坐在那里，神情严肃，仿佛准备好了一场家法问罪。婉清听说你父亲节送你爸了一套15000的西装，婆婆冷冷开口，语气里满是敌意。她说的这么具体，我一下子就明白躲不过了，我也不打算再遮掩所幸。承认是啊，我爸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，从来没想过什么服我，送他一套西装，怎么了？婆婆一听立刻拍案而起，你孝顺可以，但你别动用我儿子的钱。一边说一边冷笑，那神情仿佛我是个偷钱的贼。我顿时反问，谁说我用的是志远的钱？他用一种不屑的眼神看着我，你都4年没上班了，不是用我儿子的，那你哪来的钱？我把目光转向韩志远，他却也是一脸不悦。婉清，我不是不让你孝顺，但你现在的生活都是靠我养着的，我自己都舍不得花15000买衣服，你一句话不说就给你爸买了，也没跟我商量。听到这儿，我心口一阵发闷。其实早就知道他对金钱斤斤计较，可真到了这一步，还是难以平静。我和韩志远曾经也是浓情蜜意，他疼我宠我，是我最温暖的依靠。那时我怀孕反应大，他心疼，我说什么也不让我上班，为了让我安心待产，我辞掉了在一家100人起业里的人事主管职位，1个月4万的工资，说放就放我的。2个闺蜜苦口婆心地劝我，女人无论何时都该有份工作，经济独立才有尊严。可我却一心一意想做个好妻子、好母亲，甘愿回归家庭。刚开始的日子确实挺幸福，韩志远把大部分薪水都交给我自己，只留5000块零花钱。他下班后还主动做饭洗衣，几乎包办了所有家务。我孕期嗜睡严重，他每天早起做好早餐热着等我醒来，生怕我饿着。那个时候的我真觉得自己是被捧在手心的幸福女人。可切在女儿出生后变了样，怀孕时我就说好了要去月子中心，可就在预产期前半个月，婆婆突然搬来说她要亲自照顾我。我本想拒绝，可韩志远却说，妈都来了，让他照顾吧，省得他不高兴。就这样，我们退了月子中心，浪费了定金。本以为婆婆能帮我分担一些，谁知她事事挑剔，唠唠叨叨，把我管得死死的，一句不行挂在嘴边，连喝水都要看她脸色。最难受的是她特别爱哭，只要我有点不顺着她，她立刻在我老公面前掉眼泪，说的好像我是个不孝的恶媳。自从他搬来后，我和韩志远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。我们以前无话不谈，从不吵架，现在却为一点小事争执不休。没多久，婆婆居然拿到了家里的财政大权，韩志远不再把工资交给我，而是全部转给了婆婆。我每个月只剩下5000块零花钱，反抗我试过，可韩志远说妈会理财，交给他省心，这事儿就这样被他们母子俩拍板决定，我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。婆婆掌控财权之后，每次发钱都要唠叨我几句。逛街回来，她会坐在客厅检查战利品，看看我买了什么衣服。以前我热爱打扮，现在买件衣服都要被数落你衣柜里衣服都堆不下了还买。可她自己倒是从不省着，买个养生壶、名牌包金项链，从来不手软。对他来说，那是他自己儿子的钱花的，理直气壮，而我花就是败家挥霍。女儿6个月大，我跟他们商量想重新去工作，却遭到一致反对。韩志远说女儿还小，离不开你婆婆，也不愿意说她做家务可以，但带孩子不行，让我趁年轻再生一个男孩，好让他抱孙子。我断然拒绝，我从没打算生2胎，男女都好，只要一个。孩子当初结婚前，韩志远也答应了，可婆婆一闹，她还是站到了她那边。从那以后，婆婆对我态度一天比一天冷淡，3不5时就挑拨我和丈夫的感情。我在这个家里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，无法融入，寸步难行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女人必须有自己的收入，既然他们不让我出去工作，
就悄悄地开始写小说。最初的日子异常艰难，1年下来几乎没挣到什么钱，可我没有放弃，直到去年终于有了突破。我写的几部小说在晋江文学城上渐火了起来。那一年我赚了25万，今年女儿上了幼儿园，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，写了3本中长篇小说，到现在已经收入接近50万。我送给爸爸的那套西装正是用我写小说赚的钱买的，1分都没花他们家的钱，1个月5000的零花钱，攒到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15000的礼物？我默默挣钱，是因为我知道只有掌握自己的经济自由，我才能不被轻视，不被控制。这次给爸爸买的那套西装是我用写小说挣来的稿费买的，1分钱也没动韩志。是远的工资，说实话他每个月只给我5000块零花钱，我要靠这点钱攒够15000，得攒到猴年马月去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想用家里的钱。至于我写小说的事，我一直没跟婆家人提起，我觉得女人挣钱这事还是低调点好，要是让婆婆知道我有收入了，保准立刻就让我上交生活费，明里暗里从我手里掏。钱他一向擅长有组织有预谋的控制一切，尤其是钱。当韩志远当着婆婆的面怒斥我太过分的时候，我也懒得再顾及什么脸面话没拐弯，直接回敬他：韩志远，你月薪15万，可你们家1个月就给我5000块，这点钱能干嘛？你以为我靠这点钱就能买得起给我爸的一套高档西装？你明知道我大部分开销都花在女儿身上，你还好意思说我乱花你钱脸呢？我一字一句说的冷静又清楚，根本不给他留情面。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，是我辛苦写字赚来的稿费，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别想干涉我怎么花钱，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反正不是你们的1分钱。话音刚落，婆婆王秀珍气得脸色发青，捂着胸口喘了2下，还抬手想指着我的鼻子骂我，可我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。说完就转身进了卧室，把门轻轻一关，像是隔绝了一切。噪音靠在门后，我的心却像被人狠压住了一块石头。这场婚姻我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，我感觉自己在这个家就是个客人，甚至连客人的待遇都没有，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里。没有一个人愿意真心接纳我，而我也渐渐对这个家失去了所有热情。但每当我看到女儿天真的笑脸，我就会强忍心头的委屈。她还小，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，需要爸爸和妈妈都在她身边。为了她，我必须撑着，哪怕是把所有委屈都咽下去。可人哪，有无限的忍耐。有时候我会在深夜默默想，或许有一天我的心真的再也撑不住了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，不是为了报复，不是为了争斗，只是为了让我自己也能活得像个人。你觉得刚刚的故事怎么样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现在我要继续讲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，不过在此之前别忘了点赞影片并订阅频道来支持我哦，一起来探索吧。吃啊！怎么不吃？舅妈尖细的声音从客厅传来。现在物价这么贵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我攥紧了筷子，指节发白。妹妹才8岁，她需要营养。我抬头看向客厅，表弟正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，油亮的酱汁顺着筷子滴落。哥，我饿。妹妹小声说，她的脸色蜡黄，眼窝深陷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起身走向客厅。舅舅，能不能给妹一点肉？她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打懵了。舅妈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几乎戳到我脸上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白吃白住还敢要肉吃？你爸妈死了，要不是我们收留你们，你们早就饿死街头了。我捂着脸火辣辣的疼。舅舅坐在沙发上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表弟冲我做了个鬼脸，继续大快朵颐。回到厨房，妹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蹲下身把她搂进怀里。乖，等哥哥长大了，一定让你天天吃肉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表弟打游戏的声音，攥紧了拳头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5点就起床，翻出书包里的课本，晨光熹中，我借着窗外的路灯开始复习舅妈说的，对我们是寄人篱下，但我是不能认命。学校成了我唯一的避风港，我拼命学习，每次考试都拿第一。老师们都知道我的情况，经常偷偷塞给我一些面包和牛奶，我把这些分给妹妹看。
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心里既酸楚又温暖。放学后，我开始捡废品矿泉水瓶、纸箱、易拉罐，我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周末拿去废品站卖。虽然钱不多，但至少能给妹妹买些零食。那天我正在翻垃圾桶，突然听到一声尖叫，我抬头看见妹妹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。小雨，我扔下手中的袋子冲过去。医院里医生皱着眉头，严重营养不良，再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。我握着妹妹冰凉的小手，心如刀绞。就在这时，班主任王老师来了，他看着病床上的妹妹，又看看我，叹了口气，哈，小凡有个机会，原来学校有一个全额奖学金的名额，可以去国外读高中。王老师说以我的成绩完全可以争取我。低头看着妹妹，她还在昏睡，小脸瘦的只剩巴掌大。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去接下来的日子我更加拼命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复习，凌晨捡废品。我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第一，终于拿到了那个珍贵的名额。临走那天，妹妹抱着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我摸着她的头，小雨乖，等哥哥回来，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17年弹指一挥间，我站在舅舅家门前，看着这栋已经略显破旧的别墅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身后的劳斯莱斯幻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司机恭敬地为我拉开车门，门开了，舅妈那张刻薄的脸出现在门后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瞪大了眼睛，你是小凡，好久不见舅妈。我微笑着，目光扫过他发福的身材和略显憔悴的面容。听说舅舅的公司快破产了，你舅妈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我径直走进客厅，舅舅正坐在沙发上，头发已经花白。看到我，他手中的茶杯啪地掉在地上。小凡，真的是你是我，我在他。对面坐下，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名片，现在我是来收购你的公司的。舅舅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我欣赏着他惊慌失措的表情，继续说道，对了，小雨现在在剑桥读博士，下个月就毕业了，你们大概不知道吧？这些年我一直供他读书。舅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，收购合同明天会送到公司，希望舅舅好好考虑。毕竟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，现在除了我没人会接手你这个烂摊子了。走出别墅，我深吸一口气，17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手机响起，是妹妹发来的视频，邀请哥，你见到他们了吗？视频里妹妹笑靥如花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。见到了我，笑着说他们现在的表情比当年我们吃发霉米饭时还要精彩。挂断电话，我抬头看向天空，爸妈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和小雨过得很好，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。当我带着律师团队进驻公司查账时，发现了一些蹊跷的账目往来。17年前的账本上有几笔大额资金流动，收款方是一家已经注销的货运公司。这笔款项很奇怪，我的财说。吴总监指着账本说，时间正好在你父母出事前1个月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那场改变一切的车祸。那天父母开车去林氏谈生意，却在高速上被一辆失控的货车撞上。警方说是货车司机疲劳驾驶，可那个司机在事故后不久就失踪了。我翻开那些发黄的账本，手指微微发抖，1笔、2笔、3笔，整整500万，在父母出事前分批转出查这家货运公司。我对助理说，我要知道他的所有信息，3天后调查。结果让我震惊，那家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竟然是舅妈的弟弟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那个失踪的货车司机曾经是舅舅的司机。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，看着这座熟悉的城市，却感觉浑身发冷。年来我一直以为那场车祸是意外，可现在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妹妹打来的歌。我找到了一些东西，妹妹的声音有些发抖。在爸妈的老房子里，我发现了妈的日记。我立刻驱车赶往父母的老房子。自从我们搬去舅舅家后，这栋房子就一直空着。推开门，灰尘扑面而来。妹妹坐在客厅的地板上，面前摊着一本泛黄的日记本，她的眼睛红红的，显然哭过。你看这里，她指着其中一页。我接过日记本，母亲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。今天发现公司账目有问题，大哥舅舅似乎挪用了大笔资金，大哥威胁我，如果不把公司股份转让给他，就要对小凡和小雨不利。老公说要报警，我劝他再考虑考虑，毕竟是亲兄弟，我的手开始
发抖最后一天日记的日期正是父母出事的前一天，明天要去林氏见律师，希望一切顺利。哥妹妹扑进我怀里，痛哭是他们害死了爸妈。我紧紧抱住妹，眼中燃起熊熊怒火。原来如此，为了侵吞父母的公司，他们竟然别怕我。轻声说，这一次轮到我们讨回公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动用了所有关系网，终于找到了当年那个货车司机的下落。他在一个小县城开了家修车店。当我带着人找到他时，他正在修一辆破旧的面包车。看到我们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是吗？我冷笑。那为什么舅舅每个月都给你打钱？他瘫坐在地上，终于崩溃。是老板让我这么做的。他说只要制造一场车祸就给我50万。我打开录音笔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拿到关键证据后，我直接去了警局，警方立即立案调查，很快逮捕了舅舅和舅妈。庭审呢？天！我和妹妹坐在旁听席上，当法官宣判舅舅故意杀人罪成立，判处无期徒刑时，舅妈在被告席上尖叫：你们这两个白眼狼，要不是我们收留你们，收留我。站起身，冷冷地看着他，你们害死我父母，虐待我们姐妹，现在还有脸说这种话。妹妹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泪水无声滑落。我知道这一刻我们终于为父母讨回了公道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明媚，我抬头看向天空，仿佛看到了父母欣慰的笑容。哥妹妹轻声说，我们回家吧。